11月18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11月理事会上，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表示，中方反对机构将预算用于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这样的核扩散活动。自 AUKUS 高调启动核潜艇转移以来，中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坚决打掉美英澳三方不可告人的图谋。此外，在日本福岛核污水直接排入太平洋一事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也给日本政府背书，显示了赤裸裸的双重标准。18号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11月理事会上，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防扩散挑战，必须予以妥善处理。王群提出至关重要的3点原则，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坚持防扩散职能和政治方向，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对于3国核潜艇合作所涉保障监督问题，王群强调，美英澳必须坚持去年11月启动的成员国主导的政府间审议进程，这不是3国和秘书处之间的所谓技术交流或私相授受可以替代了的。3国核潜艇合作涉及核武器材料的扩散，任何保障监督安排均需通过开放式政府间进程，由成员国主导讨论并协商一致得出结论。对于美英澳3国企图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私相授受、强行推动不合规矩的安排，王群指出，不论是什么方式、什么名义，借此造成既定事实，都将是无效的，而且还将严重破坏机构团结，瘫痪机构职能，使机构分崩离析，甚至危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王群呼吁3国三思而后行，放弃上述对抗行径，重返国际防扩散体系的正轨，呼吁机构总干事切实履职尽责，严格按机构规约和成员国授权行事，呼吁全体成员国戮力同心，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共同维护 NPT 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对于美英澳3方的核潜艇的合作，它的性质，国际社会上不只是中国，有很多的国家质疑，这是有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是一种核扩散的风险。中方在不断的提醒相关的机构和国际社会保持警惕。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不是中方第一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平台上就美英澳3国企图进行核潜艇技术转让一事与之进行外交斗争。今年9月中旬，王群表示，中方挫败了一些国家企图劫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图谋。广大国际社会的成员对AUKUS 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实际上这个3国的核潜艇从本质上那就是错的，不光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而且的话呢还直接抵触那个机构的规约的宗旨。不到半个月之后，美英澳再次企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期间造次，这次中方牵头在会上彻底打掉了美英澳3国强行推动的旨在为3国核潜艇合作谋求合法化的修正案。我们看一下美国就做得非常心虚了美英澳3国在这次理事会上突然提出他们的核潜艇合作问题。要另起炉灶，新设议题，就同一个问题设置重复的议题。最主要呢，他们就是想在设置的议题中刻意回避3国核潜艇所涉及到的核武器非法转让问题。这充分印证了3国从事核扩散非法行径做贼心虚的那种虚伪面目。在原则的问题上，中方是寸步不退的，而中方寸步不退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大家都希望能够维护国际规则，来保障国际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表示，中方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将预算用于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这样的核扩散活动。您对此有何解读？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中方外交人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上，利用西方国家创建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利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法，也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站在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坚决反对美英澳核动力潜艇合作这件事情，
等于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树立了一个对外敢于斗争与胜于斗争的典范。然而，让中方外交人员始料未及的是，事态并没有向着中方所预想的方向发展。中方原本是想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这件明摆着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事情上，为中国主持正义。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却不仅没有认定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这件事情违法，并阻止这一行为，反而以拨款监督这件事情的名义，为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行为背了书，也就是变相承认了它的合法性。于是我们看到，原本中国与美英澳的矛盾，就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矛盾。中方对格罗西本人可谓是火力全开，格罗西不仅越俎代庖，也就是超越了自身的职权范围，将自身和职权凌驾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及理事会各成员国之上，而且背离了国际原子能机构防止核扩散的职能和政治大方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带头搞核扩散，这是中方必须要坚决带头反对的。那中国与美英澳三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激烈博弈，对接下来的国际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核扩散以及防止人类爆发核战争。然而，实事求是来讲，这几十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这两项任务上可谓是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及格的。尤其是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属于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严重违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然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这件事情上不仅不采取措施阻止，反而为其行为变相背书。假如此例一开，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会变成一纸空文。澳大利亚一旦部署核动力潜艇，势必就会引起印太地区国家的紧张，并使得他们也会谋求拥有自己的核动力潜艇。如此一来，就势必会在本地区掀起新一轮的核动力潜艇的军备竞赛。当然了，更加让人感到揪心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包庇美英澳合作建造核潜艇这件事情，不仅会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分裂，而且会进一步打击这一机构本来就不高的威信。如此一来，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会变成一纸空文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本身也将变成一个没有公信力的空架子。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